你知道10万年后人类长什么样吗？科学家已经给出了4种惊人预测，最后一种太震撼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绝对会让你脊背发凉。接下来，我将毫不犹豫地把你丢进一台时光机，拨动转盘，直接跳过明天的早餐，跳过下个月的账单，甚至跳过未来几千几万年的文明更迭，直接降落在10万年后的地球。当你走出时光机的那一刻，你看到的会是什么？是依然熟悉的人类面孔，还是某种你完全无法理解的生物？10万年，在宇宙的尺度上不过是弹指一挥间，但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来说，这却是一段漫长的足以重塑一切的岁月。回望过去，10万年前的智人还在非洲荒原上为了生存而奔波，他们的外貌、智力和生活方式与我们今天有着显著的差异。那么，站在科技爆炸、基因工程和星际探索起点的我们，在10万年后又会进化成什么样呢？科学家们结合了进化论、遗传学、航天医学以及社会学，提出了4种极具冲击力的未来形态。这不仅仅是科幻，更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推演。首先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沉重但又极具现实意义的猜测：变异人。提到变异，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不是《X 战警》里的超能力，或者是辐射游戏里的食尸鬼？现实可能远比这残酷。爱因斯坦曾留下过那句著名的警示：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，但第4次世界大战人类将使用木棒和石头。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是核武器那足以终结文明的恐怖力量。如果人类在未来的某个节点没能控制住手中的核按钮，全球范围内的核战争将把地球拖入漫长的核冬天。厚重的尘埃遮天蔽日，气温骤降，农作物绝收，更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核辐射。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，幸存下来的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。自然选择的剪刀将疯狂挥动，只有那些基因发生特定突变能够抵抗高强度辐射，在贫瘠资源下生存的人才能将生命延续下去。这种进化并非我们主观意愿的选择，而是被动适应的结果。为了抵御辐射对 DNA 的破坏，未来人类的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厚、更粗糙，甚至产生某种类似角质层的保护结构。为了在微弱的光线下寻找食物，它们的眼睛可能会变得更大，瞳孔占据了大部分眼眶。它们的代谢系统也会发生巨变，能够消化我们今天认为不可食用的物质。在我们现代人的审美中，它们或许显得怪异、丑陋，甚至有些恐怖。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地球来说，他们是真正的优胜者。这种变异人的形态是人类文明在废墟上开出的苦涩之花。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一种更具主动性也更符合当下科技趋势的形态——半机械人。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，人类的进化一直遵循着自然选择的慢节奏。但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，随着生物技术、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，人类开始尝试接管进化的方向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的身体其实非常脆弱？一个微小的病毒就能让我们卧床不起，一次意外的撞击就能让器官衰竭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们想要探索星辰大海，这具碳基肉身简直就是最大的累赘。宇宙空间的真空、极端的温差、高能宇宙射线，这些都是肉体无法承受之重。为了突破这些限制，人类可能会选择将机械与肉体深度融合。想象一下，未来的你，心脏不再是那个每分钟跳动几十次、随时可能罢工的肌肉泵，而是一个由纳米材料制成、能够持续工作几百年的精密动力源。你的眼睛不再受限于可见光，而是集成了红外、紫外和微观放大功能的电子感应器。你的大脑通过神经接口直接与全球网络甚至超级 AI 相连，知识的获取不再需要漫长的学习，而是瞬间的下载。这种半机械人的形态将让人类彻底摆脱疾病和衰老的困扰。我们可以更换损坏的零件，升级过时的系统，甚至将意识备份到云端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永生？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同样深刻。当你的身体90%都被机械取代时，你还是那个你吗？那个被称为灵魂的东西，究竟寄宿在肉体中，还是存在于电流和代码之间？这种进化方向虽然让我们获得了神一般的力量，
但也让我们面临着失去人性的风险。你愿意为了获得永生和探索宇宙的能力，而放弃这具充满缺陷但却真实的肉体吗？第三种形态可能听起来没那么科幻，但它却有着最坚实的社会学基础。单一平均脸型，这是一种基于全球化和基因融合的推演。在古代，地理障碍如高山、海洋和沙漠，将人类分割在不同的区域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种。白皮肤、黑皮肤、黄皮肤，这些差异是长期适应不同气候环境的结果。但今天，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，交通的便利和互联网的普及，让跨国界、跨种族的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频繁。跨国婚姻已经成为常态，不同人种之间的基因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。科学家们预测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，10万年后，人类社会将不再有明显的人种界限。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所有人的肤色可能会趋向于一种健康的古铜色，五官特征也会变得更加均衡。这种大融合将消除基于种族的偏见和冲突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全人类大同。然而，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，这并非好事，它甚至隐藏着巨大的危机。基因多样性是物种抵御环境变化和疾病侵袭的最后防线。当全人类的基因变得高度相似时，一种针对特定基因缺陷的病毒就可能导致整个物种的灭绝。就像单一作物种植更容易遭受病虫害一样，单一的人类基因库也变得异常脆弱。此外，这种平均化是否也会带来文化和审美的单一化？当所有人都长得差不多时，个性的表达又该何去何从？这种进化方向究竟是人类和谐的终点，还是平庸的开始？最后，我们要聊的是最令人心潮澎湃也最具挑战性的形态——宇宙人。人类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更是文明延续的必然选择。地球虽然美丽，但它终究只是人类的摇篮，而人类不可能永远留在摇篮里。当我们开始在月球建立基地，在火星建设城市，甚至飞向更遥远的恒星系时，环境的巨变将再次驱动进化的车轮。以火星为例，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约 38%， 长期生活在低重力环境下，人类的骨骼将不再需要承受沉重的负担，变得更加纤细修长。为了维持血液循环，心脏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。几代人之后，火星移民的外貌将与地球人产生明显的差异。而当我们走向更深远的宇宙，面对不同的重力环境、不同的光照强度，甚至不同的空气成分时，人类的基因将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。在某些高重力星球上，人类可能会进化得矮壮结实，拥有极强的肌肉力量。在某些光线昏暗的星球上，人类可能会进化出类似猫科动物的夜视能力。这些分布在银河系各个角落的新人种将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宇宙人。他们不再受限于单一的行星环境，而是成为了真正的星际公民。这种进化是人类文明向宇宙扩散的标志，也是生命力最顽强的体现。想象一下，10万年后，银河系中分布着成千上万种形态各异的人类后裔，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理特征，但都流淌着来自地球的基因血脉。那将是一个多么波澜壮阔的景象！总结这4种形态，你会发现，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变数。变异人代表了灾难后的顽强，半机械人代表了科技对极限的挑战，平均脸型代表了文明的融合与隐忧，而宇宙人则代表了对未知的永恒探索。10万年的时间足以让沧海变成桑田，也足以让一个物种脱胎换骨。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决定，每一项科技突破，甚至每一次对环境的破坏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10万年后的进化蓝图。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未来？是追求科技带来的永生与强大，还是坚守自然的纯粹与多样？是留在地球这个温暖的家园，还是勇敢地投身于那片冰冷而深邃的星空？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喜欢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